位观众好，我是虞姬太太，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，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。2009年，薛家燕因早前进医院接受割胆手术，后又休息不足，引致胃炎再度入院，并在养病期间立下遗嘱。当时许多人纷纷为她感到担忧，女儿更是陪同她去无线商讨减息方案，且取消了到马来西亚沙巴拍外景的事宜，坚持从美国返港。毕竟工作可以再找，但妈妈只有一个。薛家燕听到这番话非常的感动，然而如今10几年已过，她却精神奕奕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。去年她正是步入从心所欲之年，以往喜爱热闹的她都会选择大摆筵席，请一众亲朋好友欢聚欢聚。不过由于这次疫情严重，所以她取消了寿宴，选择在家中和子女度过。当天晚上，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非常温馨的全家福。照片中的她穿着大红色的衣服，手里捧着同样是红色的蛋糕，蛋糕上还有寿桃、金色的基石和寿字。而在她旁边的是2女儿和儿子以及儿媳，一家人的笑容非常相似，让人不得不羡慕他们的幸福。至于大女儿则因为滞留在美国不能归来，所以只好用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参加这场庆生派对。虽说大女儿没能赶回来，但是薛家燕的生日依旧十分快乐。原来大女儿和2女儿很早就私下联系了不少母亲的圈中好友，诚挚地邀请他们为母亲录制生日祝福，当中就包括任达华、陈展鹏等人。除了家人有为他庆生，他在生日当天出去工作时，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为其庆生。大家准备了生日蛋糕、食物，还有 Q 版的礼物。要说有没有遗憾，那就不得不说一说他小10几岁的圈外男友了。两人秘密相恋10几年，但在这次的生日宴会上却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。或许是碍于薛家燕的子女都在，感到不好意思，又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办法相聚。不过按照他们多年来甜蜜的感情来说，对方一定私下里给他准备好了惊喜，想必也会通过视讯为他送上祝福。不过最近关于薛家燕分手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禁又让人想起了他这传奇的一生。曾几何时，他在娱乐圈里也是红极一时，说是年少成名一点也不为过。50年代，薛家燕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，那时许多人重男轻女，且思想刻板。好在他的父母不是那样，反而把他送去学唱粤剧、跳芭蕾，培养女儿的艺术细胞。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两手抓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慢慢喜欢上了唱歌和跳舞，也成为了学校里的积极的文艺分子。8岁那年，他上台为祖父贺寿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唱歌，也毫不怯场，且表演天真可爱，博得了阵阵掌声。就这样，小小年纪的他被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相中了。9岁的时候，他正式出道，陆续拍摄了《大家姐》《天龙诀》等影视作品，还与萧芳芳、冯宝宝等童星组成了七公主，活跃在荧幕上。在电视台，他还认识了另一个童星李小龙。由于两人年纪相仿，所以经常会约着一起出去吃饭聚会。后来李小龙去了美国发展事业，而他则继续拍戏唱歌，还组建了家燕 A Go Go 乐队，并推出读书乐、那个少女不多情等歌曲，红极一时，多次获得10大最受欢迎明星、10大歌星等荣誉。如果薛家燕在这个轨道上继续努力的话，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但生活往往会出现意外，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女人年纪大了就要相夫教子，薛家燕也不例外。
34岁那年，她嫁给了在美国做生意的石宝庆。为了爱情和家庭，她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，认为如果自己真的结婚了，就要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。结婚前，她因为总是忙于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厨艺，所以不会烹饪做菜。婚后为了迎合老公的喜好，她专门去学习了煮饭做菜，修炼自己的厨艺。而且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就生了3个孩子，每天喂奶换尿布，十分的辛苦。可惜她的真心终是错付了。小女儿出生不久之后，石宝庆就出轨玩起了失踪，还带着家里的所有财产，令她手足无措。多年之后，她回忆起这段经历，忍不住哭诉：为什么我最爱的那个人这样对我？我想不通。当时我住在25楼，我的腿差不多都要跨过栏杆了。这时候大女儿走过来叫我，儿子还天真地说：妈妈，你要不要吃薯条？很好吃的。我看着他们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如果我走了，他们就很可怜。为了3个年幼的儿女，他最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。40岁那年，他带着儿女回到香港生活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曾经的她是当红少女，部部戏都演主角，和陈宝珠、沈殿霞等一线明星合作，风头一时无两。可复出之后，她只能从配角做起，演大妈，演大姨，哪里还有什么主角光环？面对现实的处境，她没有抱怨，而是咬紧牙关，逼着自己坚强起来，一边拍戏，一边照顾3个儿女。平均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，他的付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，家里的经济条件慢慢变好了，自己的演艺事业也慢慢好转，观众们认可了他的演技，也喜欢看他表演。1996年，正当红的周星驰邀请他出演《食神》中的裁判一角，于是他在荧幕上又多了一个代表作。5年后，他又接拍了古装剧《皆大欢喜》，这部剧播出后风靡一时，而他所饰演的赛凤凰一角还获得了 TVB 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。薛家燕的事业越来越好，她一边演戏一边主持节目，慢慢成为了 TVB 的镇台之宝。如今的她依旧活跃在荧幕上，主持流行经典50年、天天开运王等综艺节目，被粉丝称为家燕妈妈。工作之外，她的儿女也慢慢的长大成人了。大女儿进入娱乐圈做经纪人，二儿子在公司上班，小女儿读书厉害，拿到了港大硕士学历。3个子女都很孝顺，踏实的工作和生活，没有辜负她的栽培。更幸运的是，她在离婚之后遇到了一个小自己17岁的男友，2人在机场被拍之后，她也干脆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恋情。但是因为双方年龄差距的问题，令人们对她这段恋情产生了很大的争议，一度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不过2人的年龄差虽然是比较大，却已经成为了彼此的灵魂知己。相爱之后，他们感情稳定，也得到了子女的祝福。对于这段感情，薛家燕十分低调，偶尔会在采访中提到。她表示自己真的很谢上天安排一个这样的朋友给我，其实很难得。前年他已经给我说天梯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我说我有一天会老的，他说不会的，你青春不老。今时不同往事，只要2人是真心相爱，又没有伤害别人，就算他们的年纪相差比较大，那也无妨。就像他在歌中唱的，一生中寻寻觅觅多感慨，是笑是哀难记得是意外，最重要的是努力生活，把握现在。然而随着年纪的增大，他就只希望能够安稳平静的生活，不想惹那么多的是非，因此在舆论的压力下，只能是被迫结束这段感情。前段时间 TVB 节目《新春开运王》开放外景探班，薛家燕与好友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，
被爆料和男友分手。在曝光的现场照中，众人穿着中式上衣出镜，打扮很是喜庆。而71岁的薛家燕皮肤紧致无皱纹，身材发福但不臃肿，状态相当的好。受访时，李居明爆料薛家燕一直很紧张有没有老伴儿，但这几年她的老伴儿没了。而薛家燕本人听到这番话之后，立马尴尬地大笑了起来，似乎不愿意过多提及这件事，还高情商地说这些玄机别泄露。之后李居明再爆料称自己知道所有事情，但不能说，家燕姐我一定帮你守住秘密。对此薛家燕只能用谢谢来圆场，紧接着她用疫情来给自己打圆场，说现在疫情比较严重，大家暂时都不要在一起。这句话似乎表示她和男友真的没有在一起，毕竟两个人如果很恩爱，所有的外界因素都不会让他们分开。随后有一位大师为他算了一卦，称他要到2028年才会有新的恋情。不过这些都是比较迷信的说法，如果缘分真的来了，谁也无法提前知晓。节目结束之后，记者们抓着他紧追不舍，问他是不是和小男友分手了。他表现得很尴尬，并说道：我年纪那么大，肯定不会结婚的，还表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人了。薛家燕在圈内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，她对自己的恋情如何也从来不避讳，相信这样的她面对爱情一定会勇敢追求，而即便没有爱情，她也一定会过上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香港资深艺人 TVB 知名老戏骨薛家燕入行几十年，在荧幕上她总是以积极乐观，甚至是充满了喜庆的形象示人。无论是参演电视剧还是主持各大综艺节目，薛家燕很能用自己的情绪带动身边的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因此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观众送去不少欢乐。随着曾志伟出任副总经理主管综艺科之后， TVB 的综艺节目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身为开心果的薛家燕也从之前主持的流行经典50年改为了同范振锋等人合作主持另一档综艺《开心大派对》。只见薛家燕穿着一身相当抢眼的黄色套装出现在镜头面前，依旧是笑容满面，整个人既年轻又充满了活力，丝毫看不出是已经年过70的老人。而这次接受媒体采访，薛家燕也是罕见地戴起了透明框架眼镜，令不少记者都相当的不习惯。据了解，此次薛家燕的改变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她的右眼睛因为血管收窄，所以前几日在医生的建议下动了一个小手术。手术期间，医生用针刺入眼球，听上去相当的恐怖。由于眼睛还在康复期，薛家燕也无法佩戴隐形眼镜，所以只能用框架眼镜临时代替。于太也不得不感叹，如今已经71岁的薛家燕还在坚持佩戴隐形眼镜，以求最好的面貌出现在镜头面前，实在是相当的敬业。在上个月月底，薛家燕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就高调宣布了儿媳妇已经怀孕的好消息。如今据薛家燕再度透露，儿媳妇的孕肚已经相当的明显，怀孕也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，预产期就在下个月月底。这也就意味着71岁的薛家燕将升级做奶奶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薛家燕是港星中最受人尊重的女前辈之一，多年来本着兢兢业业、认真精进的工作态度，一直活跃在演艺圈中，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正能量。曾几何时，年少成名的她拍一天戏就可以赚1套房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与当红的粤语女星们被誉为七公主，功成名就之时选择激流勇退，在遭遇丈夫劈腿等等种种变故之后东山再起，再创辉煌。如今的她更是不服老不服输，毅然拒绝终身成就奖，并宣称自己的字典里没有退休2字。近来还在社交媒体安利抗疫10字步，劲歌热舞，完全不显老。薛家燕原名薛家燕，于1950年出生于香港。8岁因在爷爷的寿宴上表演节目而被导演相中拉去拍戏，
本来父母是不同意他进入演艺圈的，但爷爷听算命的说，薛家燕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的，父母这才允许。9岁时，薛家燕作为童星开始拍电影，处女作是《妻儿8女9状元》。15岁时，与当时正当红的陈宝珠、萧芳芳等人结拜成七公主，从此星途坦荡，前途一片大好。《护女郎》就是由她担任女主角的代表作之一。当同年级的女孩还在上学读书的时候，薛家燕就已经红遍香港整个娱乐圈了。名利双收的她，早已经尝遍了众星捧月的滋味。在演艺圈，随着明星的走红，私下感情是媒体深扒的主要板块，但薛家燕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，并不是没人追她，而是因为背后有一对护女心切的父母。少女时期的薛家燕青春靓丽，清纯可人，浓眉大眼，唇红齿白，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，追求者多到排到九龙塘。但父母像是她身边的2个卫士一样，丝毫没有给这些人机会。追求者打来的电话一律被挂掉，男生约她出去玩需要母亲的陪同，3人行还带着母亲，这说出来都会让旁人感觉到些许的异样，所以往往作罢。要是在路上碰到了开跑车的追求者，薛妈妈也是一脸的不高兴，才2个座位，我坐哪儿？然后就把女儿立刻拉回家。在父母的多重保护之下，薛家燕都与恋情绯闻绝缘了。所以她说我比较迟熟，近29、30岁才拍拖，都收过情信及直载，趁考试时抛数科试给我，害我狼狈不堪。唯一的恋情也是在母亲的反对声中落幕。她与 TVB 绿叶演员于洋曾有过一段情，2人是同学，当时于洋还不是演员，而薛家燕却早已小有名气。也是为了能够追上薛家燕的步伐，于洋也考进了邵氏，做了演员。不过遗憾的是，2人最后还是因为薛妈妈的反对没有走在一起。之后很多年，薛家燕对这段感情深表遗憾。于洋也在多年后说起，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活跃，不是飞仔。年轻人有时约这个女孩，有时约那个女孩，生活方式比较高级，花浮一点。他听别人说于洋玩得好犀利，不好呀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薛家燕母亲嫌于洋不够专一，从中阻挠。不过他们虽然没有成为恋人，却在相识的这么多年里保持联系，成为彼此最真心的朋友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。28岁的薛家燕转投电视发展，与李小田共同主持了当时超火爆的《家燕与小田》节目，一共播了4年，加起来有近200集。2人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也是很自然的。但这时候父母又跳了出来，在他们洗脑般说圈内人不靠谱的攻势下，薛家燕坚决没有接受李小田的追求，并且认定找对象只能找圈外的。父母对薛家燕是操碎了心，不过即使他们再怎么样想着保护女儿，也总有力不从心的地方。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外，他就遇到了危险了。那时候薛家燕正当红，很多时候因为工作需要，不得不到各地去演出。有一次他在马来西亚的商演活动结束之后，打算稍加休息，去往下一个目的地。然而半夜3点钟，酒店却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有人在门外喊着：“起来起来，快点走！”睡梦中的薛家燕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工作人员带着一起逃离了酒店。原来是母亲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，她接到了有人要绑架薛家燕的电话，于是赶紧让大家逃。车开到一半，因为轮胎被人提前扎破而抛锚了。正当所有人提心吊胆的时候，薛家燕一旁的男艺人小麒麟抽出了一把短刀，指向了薛家燕的保镖。原来细心如发的小麒麟一早就发现保镖神色有异，报警之后，经警方证实，薛家燕的保镖确实是与绑匪串通一气，想要绑薛家燕谋财害命。不过幸好有贵人相助，薛家燕才躲过一劫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薛家燕去韩国参加了一个音乐颁奖礼，在飞机上邂逅了豪门公子石宝庆。石宝庆对他一见钟情，两人分开之后，身在美国的他每天3封信、1个长途电话加电报的攻势，让薛家燕火速地坠入了爱河。后来两人恋爱1年多，妈妈也得了癌症，希望在有生之年看见女儿找一个好归宿。
并且石宝庆不是圈内人，而是经营餐饮企业的，这一点深得妈妈心意。薛家燕自己也觉得年纪不小了，不如就此结婚，了却妈妈的心愿。1983年两人结婚，薛家燕不顾大好的前途，选择退圈移居美国。婚后两人很快生了3个孩子。薛家燕在家料理家务，相夫教子，为了让心爱的丈夫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，从来没有做过家务活的薛家燕跑到烹饪班苦学1年，终于变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厨师。当她的菜煮得越来越好时，丈夫回家吃饭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不久之后，在丈夫带着大女儿外出游玩之后，无意间听见女儿说起，爸爸把我们关在车里，他在外面跟一个阿姨玩亲亲。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，小三是丈夫的秘书。薛家燕打电话给小三，反遭对方一顿羞辱。在跟丈夫摊牌的时候，丈夫却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家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好运，可以遇到一个真的很爱你或是很守本分的人。那时的薛家燕相信，即使丈夫不爱她了，但对3个孩子她不会不管不顾的。但没想到丈夫一失踪就是3年，杳无音讯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婆婆上门来，她以为能问出丈夫的下落，没想到婆婆是来赶她出门的。原来石宝庆转移了全部财产，还把他们的楼以1亿元钱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母亲。1995年，薛家燕申请离婚成功，除了3个孩子，她一无所有。在伤心欲绝下，她差点跳下了25楼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关键时刻，女儿的一声妈妈把她从窗台边拉回来了。孩子们都这么懂事，自己为什么还要丢下他们呢？薛家燕决定为了孩子们重新复出。即使已经过了10多年，演艺圈早已经换了新的气象，但那一帮老友们还在。曾志伟邀请她做美食节目，昔日搭档李小田帮她去谈片约，张国荣、梅艳芳早已是炙手可热的顶级巨星，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她。1996年，薛家燕携《真情中的好意》一角回归，再度大火。之后一连接拍了《食神》《黑玫瑰》《结义金兰》等多部电影，事业有了转机之后，伴随而来的是爱情的光临。2005年，薛家燕生日时，一位神秘的男士为她献花。据港媒称，这是薛家燕的圈外男友，是一位叫安迪陈的电脑工程师。薛家燕一直以 A 君称呼他。最初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段相差17岁的恋情，但两人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慢慢的，这种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不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1年抛妻弃子的渣男石宝庆倏地出现在一家4口的生活里，送钱送车给美国读书的儿女，每天给薛家燕打电话，想和她重归于好。但早已死心的薛家燕对此无动于衷，我不见他，没必要了。当时我天天站在露台望，希望他回来。现在觉得自己很傻，差点为他死。现在薛家燕更加珍惜子女和 Andy， 但她表示不会再接受婚姻。受过情伤之后的薛家燕再也不敢轻易的托付终身，即使小男友已经2度向她求婚，她都拒绝了。除了婚姻失败的阴影之外，还有她觉得自己已经适应现在的生活。2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是为了开心，结婚未必比谈恋爱好啊。薛家燕做客某节目，也曾谈到与男友的日常，甜蜜地表示，由于疫情的影响，男友未能和她一起共度情人节，但有送上24个口罩和巧克力等情人节礼物。她还会绵绵不断地向薛家燕讲情话，比如情人节没有你，只是一个普通的2月14号。如果世界只剩3分钟，我会一直深深吻你。如果世界只剩1分钟，我会说声我爱你。即使年过半百，相伴10几载，但谈起恋爱来比小年轻更加热烈。既然2人甜蜜恩爱，那结不结婚又有多重要呢？最后祝薛家燕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雨姬太太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分享视频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